区块链这个东西对于不做技术工作的人或者不会编程的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前面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几个视频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说还是没听懂什么是区块链，所以我今天直接从区块链原始的概念出发，来再次尝试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我的目标就是要用大白话来讲清楚什么是区块链，它的工作原理，它的机制。我们大概从这么几个角度来讲。首先第一就是从起源上来理解，我们知道区块链最早就是起源于比特币的，而比特币是一种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所以我们从比特币的概念出发来理解什么是点，什么是分布式的账本，然后如何实现去中心化的记账，去中心化的节点之间如何达成共识，存在哪些流行的共识机制。那么区块链当中为什么会存在三元悖论，是否存在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讲清楚了，基本上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区块链具体是如何工作的。首先我们知道在2008年10月中本聪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它定义说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现金支付系统。这个里面的核心词汇实际上就有两个，一个是点对点，一个是现金支付系统。现金支付系统是中本聪对比特币的一个功能的界定。工作机制上来讲，核心就是点对点，也就是我们讲的分布式的。所谓点对点叫 peer to peer， 简称 P2P。peer 这个词就是一个对等关系，所以所谓点对点就是我们每一个点它都是对等的，都是 peer 的关系，同类的关系，平等的关系。P2P 的逻辑核心就在于我们要理解这个节点，有一个点，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节点。节点它其实就是一台计算机，那这些计算机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它是在互联网上通过什么机制连接在一起？譬如说你有一台计算机，它有一台计算机，你的计算机是不是区块链上的一台计算机，是比特币网络上的一台计算机呢？那核心就在于你这个节点它要运行区块链的代码。为什么你一运行区块链代码它就构成了比特币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呢？原因就在于一个区块链上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这个节点它要有自己的地址，这个地址相当于是一个钱包，所以每一个节点其实它就是一个钱包地址。这个钱包地址它就可以用来进行支付的交互，或者进行智能合约的交互，或者进行其他的功能交互。所以节点的核心定义实际上就是这个地址，或者说是这个钱包。那么这个里面就用到一些加密的算法，最核心就是我们常讲的哈希算法。你把哈希算法看成是一个黑箱，你有一个钱包地址，那么你把这个地址公布一下，别人就可以往你钱包里打钱。那别人知道你的地址，可不可以把你的钱拿走？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公钥，一个叫私钥 （private key） 和 public key。你可以告诉别人的那个地址叫 public key， 叫公钥。这个公钥是可以公开的，别人只要知道你的公钥，他就可以往你里面打钱。但是你不能把私钥告诉别人，因为私钥是用来签名的。所以你如果用你的私钥打开你的钱包，通过私钥签名的方式，你就可以把这个钱付给别人，花出去。因此每一个钱包或者每一个地址，它都是一个公钥和私钥的 pair， 是一个匹配，钥匙对，是一个公钥匹配一个私钥。那么这里面的核心关键就是你的私钥总是可以产生公钥的，但是你的公钥却无法倒推你的私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希算法之间的非对称性。所以你可以通过私钥找到你的公钥，但是你无法通过公钥倒推你的私钥，这样使得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都是保密的，每个人的节点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识别。所以这个节点的地址可以看成是一个钱包，同时也是你这个节点的一个身份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识别这个区块链上有哪些节点，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记账。
那么我们知道，每一个节点与节点之间，它都是 P2P 的关系，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叫对等的关系。对等的关系意味着没有一个节点是超级节点，没有一个节点可以凌驾于其他节点之上，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叫去中心化的概念。我们讲 decentralization 就是没有中心，没有超级节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过其他人，所有人都平等的，天然就具有了去中心化的含义。那么，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就涉及到我们要谈的下一个问题：在没有中心协调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去中心化记账呢？简单说，这里面就是靠两个东西，工具上讲就是靠代码，第二，逻辑上讲靠共识。所以是靠代码和共识，在没有人可以协调的情况下，没有权威，那么怎么样才能达成共识呢？首先有个前提，在完全没有权威、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你就需要有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东西。譬如说，区块链上有一个基本逻辑，如果你要参与这个游戏，你自然就会认同一个观点，叫做代码就是法律，叫 code is law。就如果你来参与这个游戏，你就认可这个代码；如果你不认可这个代码，你就不会来参与。所以所有参与的人他都是认可这个代码的，因此代码就是法律，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协调。在理解代码及法律的条件下，我们就理解了去中心化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记账的逻辑，这个逻辑叫做共识机制。那理解了这两点，我们同时也就理解了，在去中心化世界里不需要任何超级节点，不需要任何中心的协调，我们就能实现去中心化记账，或者实现智能合约的交互，完成各种复杂的合约、各种复杂的设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所谓的共识机制，到底如何才能达成共识？最流行的共识机制，目前大家所熟知的最著名的共识机制，就是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了。那我们知道，比特币采用的就是工作量证明，叫 Proof of Work， 我们叫 POW。工作量证明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个节点，大家在争夺记账权的时候，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具体来讲就是一些计算，就像是解谜题一样，每一个节点都在不停的试错，叫 trial and error。比如说，你去猜一个数字，你去猜一个算法。那么你猜到的结果如果与我们事先定义的规则相吻合，你就获得了这个区块的记账权，也就是这个区块就以你记的账为准，其他人他不能修改你的账本，他只能验证你的账本，证明你没有造假，然后再复制你的账本，最后使所有的节点都有同样的账本。所以这个就是工作量证明的工作机制。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譬如说这个程序它每一个节点在运行的时候，假如它随机生成一个数，譬如说是3、5、6、8、10，随机生成一个数字序列，我们每一个人就去猜，每一个节点就去猜，我猜3不对，猜5不对，最后有一个人不停的往上累加，最后猜到3、5、6、8、10。当你猜中这个数字的时候，系统就会向你发一个信号说，你正确的找到了谜底，这个区块就送给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挖到了矿，系统就会给你比特币的奖励，其他的节点就会验证你的记账结果，并且把这个结果复制下来，去竞争下一个区块。所以整个的工作量证明逻辑简化来讲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比特币广为诟病的，大家为了挖矿去争夺记账权，就会产生大量的算力竞争，从而造成算力和资源能源的浪费。这也是以太坊在2022年它从工作量证明转到权益证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2022年以太坊进行了一个升级，叫 merge， 我们叫合并，代号为 merge 的升级。那么它的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工作量证明转移到权益证明。权益证明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你需要持有相当大的份额，就你在这个区块链上要持有相当大的份额。譬如说以太坊，就是以你持有的以太坊的数量作为你的权益的份额，你持有的以太坊越多，代表你持有的权益越多，你在这个区块
记账的过程当中，你获得记账权的比例就越大，系统就会给你更高的回报。以太坊权益证明它有什么好处呢？当然，首先就是它已经不再有大量的资源耗费了，构成了大量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另外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你的权益份额越大，你越容易获得记账权，你从而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个机制实际上就是鼓励大家去大量持有以太坊，鼓励大家持有以太坊，就有利于构建以太坊的生态，从而使得以太坊有更大的升值空间。第三，就是你持有的权益越多，你对这个系统就越会负责，你更加不容易造假。所以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它就解决了记账的内在激励问题。例如我们大家都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做假账，不做假账，官方可能是通过这种言论的感召来帮助大家去不做假账。那么市场上主要是通过审计的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区块链上它没有第三方，没有这样的机制去帮你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超级节点，没有中心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它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像这个权益证明，它就用刚才这样一些内在的激励机制去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跟工作量证明相比，权益证明它更容易产生所谓的某种程度的中心化。譬如说，在名义上是没有超级节点的，但是如果你拥有的权益份额特别大，你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超级节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它是最去中心的。所以，如果你相信原教旨的去中心化，那你就会优先选择比特币。但是，以太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它进行了一些折中。折中了什么东西呢？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区块链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三元悖论，这是在区块链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就说有三个东西是很难兼容的，一个叫去中心化，一个叫安全性，一个叫可扩展性。去中心化就是完全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个网络。安全性就是我们要保证它在技术层面，在各个层面都是安全的。可扩展性就是要它有更高的效率，能够向外扩展。所以也就是说，在安全、效率和去中心化之间，它是存在着一个悖论的，我们很难同时实现。比如说比特币，它有安全性，有去中心化，但是它就没有效率。比特币的 TPS 也就是每秒处理的笔数只有7笔交易，所以比特币它的效率上来讲，它就天然不适宜作为一个真正的支付工具，它无法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交易。那么以太坊它在去中心化、安全性和效率之间，它试图达成一个平衡，所以以太坊在效率上有了大幅的提高，安全性和去中心化方面它就有所折中。那如果我们要在三元悖论当中能够充分的协调，实现三元悖论的协同发展，把这个悖论给解决，最核心的就是你要在充分的去中心化、充分的安全性的同时，要提高效率。那目前在区块链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区块链的这个算法的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解决方案。譬如说，第一个，你可以尝试其他的共识机制。如果你觉得工作量证明太耗资源，然后效率太低，那你可以用权益证明。如果你的权益证明你又觉得它有可能形成超级节点，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拜占庭容错或者其他各种很多新的共识机制。所以你可以转向更有效率的共识机制，或者你去创造新的共识机制。第二，就是可以分片来进行去中心化记账。以太坊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分片，叫 sharding。那么你把这个区块链在主链上同时分成很多片，然后不同的片区同时并行运作，这样的话就大幅提高了效率。然后这些片区汇总成一个总的区块链。第三就是叫二层区块链 Layer 2的解决方案。你把我们刚才讲的比特币、以太坊这些都叫做一层链，在这个一层链的外面，你再构建一个二层链。这个二层链上做的交易累积到一定规模以后，再一次性上主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去解决这个区块链的效率问题，从而缓解三元悖论之间的矛盾。要用大白话去讲清楚区块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这么讲，可能依然还是有很多技术术语在里面，需要你
看我视频的时候，跟着我的思维一起走。如果你觉得听一次不是很明白，那你多看2遍，我觉得应该是肯定能听明白的。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深入到技术层面，但是在它基本逻辑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充分理解区块链的。如果大家对我讲解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